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生命的光》。上期节目我们探讨了年轻基督徒如何在团契中实现生命更新之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全球基督徒互助模式及其社会影响调查。我看我们手上的资料啊，今天要来好好聊聊基督徒社群里面，这种好像历史很悠久的互助文化。对，它有哪些核心的做法？然后，又怎么影响到我们社会，甚至影响到人本身？感觉这会挖得蛮深的诶。是啊，这些资料看下来，其实就像一幅很多元的画面。从你知道吗，最传统的教会里面的关心，一直到那种很大的社会服务，甚至现在还用到科技，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些模式是怎么运作的，还有他们背后更深的意义是什么。好啊，那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开始拆解。资料里面提到最基础的，好像就是教会跟团契这种结构性的支持。没错，这个可以说是根基了。想想看，传统教会的关怀体系，除了大家比较熟的聚会、查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探访。探访。对，像资料里有提到，比如说在非洲卢旺达，教会的人会固定，可能是每周吧，去探望、关心那些独居的长辈。哦，而且这不是现在才有的哦。你看，历史上，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信徒公社。信徒公社那是什么？就是他们会互相提供医疗啊，限制那个丧葬的协助。你想想看，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保障。哇，那真的很实际。对，这也是为什么早期教会能够发展的那么快的一个原因。然后到了中世纪，修道院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有那种比较系统化的济贫工作。了解。那除了这种比较制度化的教会体系，团契是不是感觉又更灵活一点？没错，像资料里那个例子，学生团契用祈祷护照，互相帮祷告，还有台湾教会的迎亲共学，这个蛮酷的，年轻人跟长辈互相学习。对，团契通常更能针对成员比较具体的需求，做出比较快的反应。但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互助的精神，它没有只停留在教会里面哦，而是扩展出去，变成更广泛的社会服务和公益行动。这里很有意思，像那种国际性的组织，世界宣明会，对，资料说他们光是2024这一年服务的对象就遍布全球，超过3500万人，提供粮食啊、教育、干净的水源这些。规模非常大，这就是把信仰化为实际行动的一个例子。还有像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运动，解放神学这个我听过，但不是非常了解。它是一种特别强调信仰必须跟行动结合的神学思想，尤其是要为穷人发声，争取权益。所以不只是祷告，不止，他直接去推动像是土地改革啊、普及教育啊这些，比较根本的社会改变。比如说，巴西有些教会就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哇，那这个力量就蛮大的。对，而且互助的形式也一直在变，现在还有那种科技驱动的新模式。科技怎么说？比如说，有那种线上的教会平台，像福音家园网上教会，他们透过网络连接了上百万的用户，提供资源啊、社群互动啊。线上教会，对，甚至还用到那个元宇宙技术，让信徒可以用虚拟分身参加聚会。真的假的？元宇宙聚会？是啊，还有像省团生活这种平台，它用数据分析帮超过700万人，很精准的媒合他们需要的资源或服务。从传统的探访到元宇宙，这范围也太广了吧？不过，这些各式各样的做法，最终对人或是对整个社会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影响或印记？资料里面确实有提到几个主要的影响层面。第一个是，它对社会改良跟公共福祉是有贡献的。怎么说？比如说，在中国一些农村地区，有些基督教团体会去关怀留守老人，提供情感支持啊，还有一些实际的帮助。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补足了社会福利系统可能照顾不到的地方。了解。然后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教会常常也变成一个很有韧性的网络。
像世界宣明会那种全球性的灾难援助，或者是资料里提到的广西基督教两会发起的无偿献血活动。听起来像是一种社会的稳定力量。那对个人呢？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影响？对个人来说，我觉得最核心的是价值观的塑造，还有伦理上的实践。价值观。对，很多信徒会把爱邻舍这个教导看作是，自己的天职，一种责任感。没错，所以这就直接变成他们去参与社区服务、关心弱势群体的动力。而像刚刚提到的解放神学，它强调行动中的信仰，这个在拉丁美洲就培养出一种很强烈的社会正义感。还有一个比较深层的影响，就是那个人都是按上帝形象所造的观念。这个想法，你看，从历史上推动废除奴隶制度，到现在倡导难民权益，其实都为我们现在讲的普世人权提供了很重要的思想基础。听你讲讲，感觉这里面好像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比较单纯的给予帮助，慢慢转向更关心那个结构性的问题。正是如此，这个转变蛮明显的。你想想看，从最早教会那个信徒公社，比较是基础的互相帮忙，对，到中世纪修道院，济贫工作变得比较有规模，然后工业革命之后，社会问题变得很复杂，教会就开始关注像劳工权益这种结构性的议题。像那个新事物通谕。对，没错，那时候教宗就呼吁要改善工人的待遇。一直到现在，你看，结合科技啦、社会运动啦，像解放神学这种焦点越来越从单纯的慈善转向去推动更根本的社会变革。了解。那这些从信仰群体里发展出来的互助模式，对于教会外面的人，或者说对整个非基督徒的世界，是不是也有一些影响？影响一定是互相的嘛。资料里面把它叫做价值观的隐性渗透，还有社会资本的增量效应。这听起来有点学术，可以白话一点吗？哈哈，好，意思就是说，像基督教很强调的邻舍之爱这个观念，其实也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一般社会上的慈善事业发展。真的？有例子吗？有啊，比如说美国那个联合全牧协会 United Way， 他们那种分区分层去募款的方式，其实就参考了教会行之有年的一些做法。原来如此。那资料里面还有提到跨信仰合作，这个在现在好像越来越重要了。对，这个非常关键，因为现在很多社会问题太复杂了，单一个宗教或团体其实很难自己解决。资料里就提到像在加拿大、中国广西，甚至非洲的狮子山，都有教会跟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些不同的信仰团体，一起合作。合作做什么呢？做社区服务啊、环保项目啊、公共卫生推广啊，都有。这种跨信仰合作好处很多，比如说，不只可以汇集更多资源来解决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促进不同宗教之间，互相对话、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这点很重要。对，甚至像解放神学那个优先关顾穷人的原则，它的影响力也超出教会了，还启发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政策。好了，今天这样听下来，我们真的看到了基督徒互助模式非常丰富多元的面貌，从教会里面的传统关怀，到走入社会的广泛行动，再到运用科技创新，甚至跟不同信仰的人一起合作。这真是一趟穿越时空的探索。没错，但你看不管形势怎么变，最核心的其实一直都是把那个爱与公益的信仰理念转化成具体的行动。这些行动不只补充了社会支持系统的不足，在危机时刻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力量，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我们价值观的改变。那么最后留给听众朋友们思考的是，在一个变化这么快、全球化跟世俗化越来越明显的现代社会，这些以信仰为基础的互助模式，要怎么样继续调整、创新，才能够持续保有他们的活力和影响力呢？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讨基督教互助文化的圣经依据，
从经文看信仰实践的核心根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